非常因缘际会底下的一个机会，就是德国的科学家团队他们来花莲做实地的探查，他们希望在立雾溪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的地质观测站，然后大概有15到22个。立雾溪流域它的源头到出海口不到50公里，其实是相当短，所以在这么短的一个范围里面，它夹带了这么大量的水、砂石沉积物，然后又加上台湾的气候环境有雨季，然后台风，然后再加上地震，所以地质活动其实是非常活跃。The shales that we have seen, and the shale contains sea fossil. Right, the mountains grow steeper, and that will increase the erosion rate, and it will always pull it to an approximate equilibrium. That the erosion rate is roughly as fast as the uplift rate goes. 在整个地球来讲，尼泊尔、太鲁阁跟纽西兰其实是3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观测区。所以在这个观测区，他们可以在1年里面就是观测到非常多的地质活动，边坡滑动、地震，然后洪水，然后侵蚀等等。这些科学家他们认为这些活动的发生对于地球或者对于这个环境来讲是相当重要，因为它自己形成了一种平衡跟循环。其实我好像是站在一个科学家、策展人，然后观众之间，试图去找到一个对于我们感知或时间上的一个平衡。因为以一个碳循环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长而且是不可见的过程。那所以我等于说做了一个小型的模型切片，作为一个视觉化的呈现。其实观众可以去看到一个时间跟空间上的缩影。因为立雾溪在地球上来讲，其实相对是很小。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在空间上的维度也很大，所以在作品的呈现上，你需要去做一个我们讲尺度就 scale 的一个缩放，这就变得相当奇特，因为观众他没有办法从头到尾一次看到这个全貌，但是他在这个装置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各个观测站之间水流的一个变化，以至于就是作品结束、展览结束之后，他可以看到在石头上他所留下来的一个记忆或纹路，这一切的来源都是这些不可见的数据，然后在大量的时间的浓缩下，然后去形成了一种雕塑。但这个雕塑是来自于自然本身，而不是单纯是艺术家去把它刻出来。其实这几年我的作品一直有一个面向，就是关于所谓的不可重复性的一个时间。例如说环境议题，我们其实很难透过一个艺术的活动或宣言，很快速的去达到一个立即性的改变。但是如果艺术家他能够去触及或者去触发任何的注意、想象、好奇、审美这些讨论或是关注，其实它都默默在形成一种力量。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观看或者观察我们的环境，或者去做任何的反应等等，这是他们后续会去自己去发展出来。